尽力了，他太年轻。丽华，来，这哪来的？小时候获奖的奖金。真的？老公，你看，老外送你的花多鲜艳啊，多漂亮啊！嗯，老公，你看还有奖状，你拿着啊。哎呀，拿着。这又不是拍照。我要看看我老公是最帅的。老公啊，你看看，你这书啊，都翻译到国外去了，多能干！你拿着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嘛。我拿不下了，你这，啊，看过没有？我嫁给你呀，我真是太幸福了。来，我给你放好。老公，外汇券。哎呦，怎么花呢？哦，我得去买面料，给你好好的做几件衣服。哦，还有，得要买一张漂亮的写字台，让你好好的写作。丽华，你听我说，这钱我们要存起来，存死期。死期？为什么？存死期，这钱我们不能动。干嘛要存死期啊？因为这钱我们以后用得上。你找谁？哦，佑安，他是找我的。哎，佑安，你先去吧。啊。东西带来了吗？都带来了。这是委托书，也是2份啊。这是工作书。光辉和你闹成那样，他不会来。我不是等他。那你在等谁？
回家的感觉真好啊！你先到床上躺会儿，我来准备做晚饭。好。干什么呢？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面对黄顺利这样的人，唯一的途径就是报警。我看看电话有没有问题。我准备好了，刘老师，我们绝对不能再怕他了。嗯。谁啊？送快递的。送给谁的？出版社送给刘若冰的快递。安静点。你想干什么？我知道我想干什么。你别做梦了，你一分钱都拿不走。大人呐，我等了他2个星期了，在医院一直没找到机会，最后觉得还是在这儿要钱最合适。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我是你想请都请不来的客人。我今天来，就是来向你揭开大谜底的。想不想知道商北到底有没有孔雀会？想不想知道在你们家的祖屋挖了3天3夜，终于找到了可以揭开欺世盗名大谎言的证据？想不想知道我们儿子上学的那个匿名赞助人是谁啊？嗯？宇文怎么了？没事吧？
现在还想保护他？他这样的人值得你去保护吗？你松开我！滚出去，流氓！你再不滚出我的家，我害人了！救命啊！对不起，我不应该打你，打你反而显得我没有道理，但是你逼我的。我本来不想把这事弄得满城风雨，让全市的野人都知道。真得好好改改我的性。你保养的不错，皮肤比以前细腻多了，有点常识女人的味道啊。送给他。若冰，你身体，黄顺利，你欺负女人，有本事你冲我来！刘若冰，你的救赎该结束了。我的书和这封信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宇文，我想请你离开这里，我来跟他谈。为什么，若冰？你不能答应他的要求，他就是个无赖。宇文，我求你先离开这里好吗？我求你了。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呀，若冰？什么若冰啊？他不是一个像冰一样纯洁的男人，他就是个小偷。《青春的悬崖》里的故事是发生在离我不远村子里的一个真实案件。我是从你不回答我私信中的提问，发现你刘若冰根本不了解翡翠山千仞峰和口诀。你拒绝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害怕。正是因为你的害怕，才让我对你这个大作家产生了疑问。有一次，我意外地看见你给湘北扶贫基金会汇款。当然，当时你还不认识我。后来，我作为粉丝侠客关注你的微博，发现你从来不愿意评论青春悬崖。没过多久，你居然把你微博的头像从青春的悬崖换成了救赎，这更加引起我的兴趣。后来，我到过你家一次，看到你在写小说救赎，我便开始思考：你要救赎什么？你为什么要救赎？难道给湘北扶贫基金会汇款也是你救赎之一吗？再后来，我在一次想念我老婆的行动中，我意外地发现，李云文有一本用胶带纸粘着的《青春的悬崖》，而那本书里居然夹着一封34年前的信。我从那封信里发现了我的岳父居然是一个曾经写小说的人，这真是让我太意外。黄顺利，你太无耻了！无耻，还有比我更无耻的。也就是因为那封34年前的信，让我彻底打开了思路。我把前前后后串联起来思考，我反复读你《青春的悬崖》和你所有的小说，并且认真反复研究你的微博，包括网上所有关于你的消息。我发现，你从来不愿意评论《青春的悬崖》，你一直在躲避《青春的悬崖》。你到底在躲避什么？你在湘北插队只有1年时间，就像我私信里跟你说的那样，你在湘北的1年时间里，居然能写出这样的小说，要你是天才，要这就根本不是你的作品。
后来你回了我的私信，但是破绽越来越多。湘北的千仞风雨，南北两条路，而你在小说中只写了一条路，回私信搪塞我说是艺术创作。当我再次向你提问时，你拒绝回答，并且反问我到底是什么人。包括那天你以生病为借口不去大学讲座，我也是通过私信的手段证明你那天根本没有生病。你在撒谎。接下来，我智慧勇敢地从你救赎的首发仪式上取得了你的签名手记。这一切，促使我去湘北事事寻找你欺世盗名、享受他人作品成果的证据。也正是因为《青春的悬崖》里的一个细节提醒我，当地的一个民俗，老百姓常常把腌制酸菜的瓦罐用来珍藏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在李玉文家的祖屋挖了3天3夜，才终于找到一个被遗忘但是最重要的瓦罐。而在这个瓦罐里，恰恰存放着李玉文父亲《青春的悬崖》第1稿的手抄稿。自己看看。青春的悬崖手抄稿的笔记和你在书城给我救赎书上签名的笔记，完全是2个截然不同的人。是为了这个欺世盗名，你才写了小说救赎。是为了这个欺世盗名，才让你良心不安的。20年来，你一直给湘北扶贫基金会汇款，你救助了许多失学儿童，当然，包括我们的儿子李小军。但是，你觉得你所做这一切，能够救赎得清你良心欠下的债吗？啊？你们都知道我的微博名字叫孔雀湖，那孔雀湖现在就告诉你。湘北的翡翠山下没有孔雀湖，湘北的翡翠山下只有一个湘北人称之为涝池的积水池，但是湘北的翡翠山下有一个叫黄顺利的男人，被一个女人无情地送进了监狱。在监狱的11年里，他因为表现良好被调到了监狱图书室当管理员。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喜欢看破案的故事，在各种案件里，他吸取了营养，长了见识。从而成就了他现在的火眼金睛。是他玉婉，明年你父亲的小说《青春的悬崖》寄到我们杂志社，正好是我在传达时收到的稿件。我连夜就读完了你父亲的小说，那是一本令我非常感动、震惊的作品。承载了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梦想、爱情。可是，我们杂志社半年的版面没有了，我就以杂志社的名义给你的父亲写了回信，约他谈改稿。但是不巧的是，我妻子吴丽华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我没法去湘北。当天晚上，我大学的一个同学从外省来看我，就住在我们家里。他意外地发现了《青春的悬崖》，以为是我写的小说。于是第2天没有通知我，就把《青春的悬崖》拿走了。过了1个星期，他打电话来说，《青春的悬崖》发表在他们省里的文学刊物上，用的是我的名字，还对我说，这部作品已经在他们省里引起了轰动，接着全国许多的报纸刊物纷纷转载，连续获得了全国和各省市的大奖，我一夜成名。但是我的良心不能忍受，我意外地获得他人这么多的荣誉和巨大的成功。
我乘火车赶到了邻省我同学的单位，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的小说，我没有写过这样的作品。可是，由于当天大雨，再加上旅途的疲劳，我发了高烧。他们杂志社的人都以为我是在发高烧说胡话，把我送进了医院。当第二天我在医院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床头堆满了奖状、奖杯，还有鲜花。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打懵了，于是我也就将错就错，张冠李戴的把你父亲的作品当成了我自己的作品。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小的编辑，我也有私心。我虽然不是小偷，但是当有人意外地把钱塞到我的口袋里，即便也许我很穷，也需要这笔钱，但是我应该找到丢失钱包的主人。后来，我几次去到商北找你的父亲，我甚至到了翡翠山下你父母的家里。可是当时因为山洪爆发，山体滑坡，你们家已经迁移了。后来，所有的事情你都经历了，现在你清楚了。我刘若冰可以说就是一个道德上的窃贼，虽然我主观上从来没有想过窃取他人作品的意念。所以，我一直在忏悔自己的灵魂，洗清自己道德上的污点。包括我这20多年来，一直匿名给湘北扶贫基金会汇款，要求他们救助湘北翡翠山下失学的孩子们。另外，当你出现在我们家，我得知你的儿子就是李小军的时候，我查了我救助孩子的名单，里边恰恰有李小军。我问过你，你记得吗？你知道吗？我这都是在还债。好了，既然你刘若冰已经承认了你盗取别人的作品，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丑闻。我现在需要你花钱来买这些丑闻。只要你花了钱，你还可以继续做你的大作家，你还可以继续救赎你的灵魂。我现在开价100万，100万1分都不能少。我在一个私信已经告诉过你了，孔雀湖已经干枯了，它需要水源。黄顺利，你这个无赖，你绝不可能从这里拿走1分钱！那行，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公布于众，让刘若冰彻底身败名裂。你随便吧。走开！
我现在可以理直气壮的把房子卖了。光辉，你不能这样。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太不孝顺长辈了？你的这些行为，确实是坑爹的行为啊！你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我真的怕会得到报应。我这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咱们不吃苦，为了咱们以后幸福的日子吗？这样得来的幸福，我心里觉得不舒服、不安宁。我还是怕会得到报应。你怎么突然变了？你爸还在医院躺着呢，人家李玉文还辛苦的照顾着你爸呢。我去上个洗手间。刹不住车了，我在保护我的利益，保护我妈的利益。你是？你好，我是刘若冰的律师张伟丽。客气。我这里有一份刘若冰昏迷前的委托书和一个遗赠遗嘱，我代刘若冰宣读。我刘若冰决定，如果我遇到意外，重病手术昏迷造成意识不清及死亡之后，我愿意把我的怡丰郡18号楼的8楼189平米的房子继承权遗赠于李玉文女士。另外，我的一张存折有78万人民币，包括我新写的小说、救赎版权及稿费60万人民币。一共138万人民币，70万人民币遗赠给商北扶贫基金会，用来救助失学的适龄儿童。另外68万人民币遗赠给和我一起创作小说《救赎》的李玉文女士。刘若冰，2014年11月8日。不行，我不同意。
我是他儿子，我有继承权啊！你们手里那个委托书、财产赠与书都是假的。我们这里的委托书和财产公证书都是经过公证的，都是合法的。我要打官司！我们要打官司，通过法律解决。凭什么一个女秘书不劳而获，得到？你好，你是李玉文女士吗？啊，这是我们法院的传票，请你在法院送达通知书上签字。刘光辉就刘若冰房产及存款一事起诉了你。王律师，这场官司我一定要打赢，我不能让别人莫名其妙地拿走了我爸妈辛苦一辈子的劳动成果。好，我们会努力。光辉，我找你有事儿。刘光辉，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就要起诉李玉文，就要剥夺玉文的遗赠继承权。你现在还嫌家里事儿少吗？我不能再等了。我现在要起诉李玉文，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权益。你不愿意参与，你不需要这套房子，那么只好我自己来。光辉，你为爸妈做过什么？到现在，玉文还辛辛苦苦的在医院伺候着咱爸。你呢？你要是真的爱爸，你要真的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你现在应该在医院，应该陪着咱爸，而不是在这打什么官司。从医学上来看，爸已经很难再醒过来了，所以我先要采取法律的措施维护我自己的权益啊！剥夺李玉文的居住权跟继承权是势在必行。等赶走了李玉文，我去伺候爸。你非得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我得为我自己后半辈子考虑啊！啊！你是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兼编导，你是社会名人，你是白富美，你多的是挣大钱的机会，你当然不指望着这笔遗产。我呢？你真的是要啃老啃到死啊！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亲爱的姐姐，你连一个农村来的小农丈夫都管不好，你还能管得好谁？刘光辉诉李玉文财产纠纷案，现在开庭。现在由原告的代理人发言。尊敬的法庭和法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原则呢是按劳分配。我的委托人刘光辉先生是本案的原告，他和本案的重要当事人刘若冰现在已成为植物人，根据医学上的结论，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意义，是父子关系。刘若冰有一套位于本市黄金地段宜丰郡4室1厅，共189平米的住宅。此住宅系刘光辉父母合资购买的住宅，现在市场价格约为人民币160余万元。另外，本律师通过法律手段调查了刘光辉的父亲刘若冰，还有银行存款78万元人民币及新小说发表的稿酬60万元。刘若冰及刘若冰已经去世的妻子合资购买的宜丰郡住宅现由被告李玉文居住。被告李玉文系刘若冰的保姆。经过本律师的调查和取证，本律师认定，被告李玉文纯粹是为了病重在身的刘若冰的财产才来照顾刘若冰的。我们坚定认为李玉文动机不纯，完全是带有利益性、目的性的雇佣关系。而本案的当事人之一刘若冰仍然是昏迷在医院，他完全可能是被李玉文诱惑蒙骗，即刘若冰以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写下的遗赠遗嘱。本律师强烈要求法庭维护刘若冰及直系亲属
刘光辉的权益，裁决刘若冰的遗赠无效，剥夺被告吕玉文的居住权及继承权。被告李玉文系刘若冰的保姆。经过本律师的调查和取证，本律师认定，被告李玉文纯粹是为了病重在身的刘若冰的财产才来照顾刘若冰的。我们坚定认为李玉文动机不纯，完全是带有利益性、目的性的雇佣关系。而本案的当事人之一刘若冰仍然是昏迷在医院。他完全可能是被李玉文诱惑蒙骗，及刘若冰以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写下的遗赠遗嘱。本律师强烈要求法庭维护刘若冰及直系亲属刘光辉的权益，裁决刘若冰的遗赠无效，剥夺被告吕玉文的居住权及继承权。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现在由被告李玉文陈述。法官，对于这次诉讼，我本来根本就不想来，因为遗嘱的主人刘若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他需要我的照顾。你根本不想来，你来干嘛？你可以放弃啊！把我的房子还给我，滚出我家！原告，请你注意法庭纪律。如果你再不经法庭批准擅自发言，本法官将驱逐你出法庭。被告人继续。我作为刘若冰遗赠的受益人，我现在法庭上宣布，我放弃刘若冰遗赠书中的所有财产继承权。被告李玉文，你是当事人刘若冰遗赠的受益人，请你想清楚，真的要放弃遗赠人的遗赠吗？我放弃。
在自己的人生行为中弥补、完善了自己道德上的缺陷。你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好人。若冰，你醒过来吧，我在等着你。喂，金文，我很感谢你在法庭上放弃了遗赠的继承权，你让我很感动。既然你放弃了，法院已经裁决我爸爸的遗赠关于你的那一部分是无效的，所以我请你赶快把房子腾出来，我要卖掉房子。请进。这回啊，房子归我了。你们都知道我打官司的事儿吧？女秘书已经放弃这套房子了。我看啊，你们赶快挂牌啊！要不你们再看看？你来搬东西了？好，赶快搬。哦，还有，你要愿意照顾我爸啊，我付你工钱。刘光辉，你不是人！他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就着急赶玉文出去卖房，你太没有人性了！玉文，你不能搬，你现在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一平，你把这些中介请出去。对不起啊，这套房子不卖，你们回去吧。啊，等一下，等一下，请等一下，我来解决。姐，你可是多次声明你不要这套房子的，必须卖，谁都挡不住。你们不是收中介费吗？谁把这套房子卖出去，我给你们多返一个点儿。吴光辉，你卖房试试。你们先解决你们自己家里的矛盾，我们走了。不能走，等一下，等一下。李玉文，你赶快给我搬走！鸿雁，我们把这屋子里值钱的东西收拾一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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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国辉，你怎么了？国辉，出什么事了？国辉，国辉没事。国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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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走，出去！国辉，国辉。他会不会想不开啊？国辉，姐，我错了，我错了，没有想到是爸爸领养了我，我是个孤儿，我的父母从我出生就遗弃了我。我没有想到，爸妈对我这么好。当年收养了我，把我养大成人，我就这么回报社会的，我就这么不孝顺收养我的父母的，我太痛苦了，我恨我自己啊！我还跟爸闹了那么多回，我还要夺爸的财产。就这样，爸还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爸爸这是受了多么大的委屈啊！妈，特别是在爸自从妈走了以后，爸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我是怎么对爸的？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我现在真的爱我爸，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我
我就是一个畜生，我就是一个畜生。对不起爸爸的杨玉娟，对不起，我对不起姐，我对不起姐夫。光辉，我万万没想到，我小时候是在外婆家长大的。等我5岁回来的时候，你也被妈抱到怀里。姐，我真的错了。姐，我必须重新开始，做一个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亲人、对得起自己的人。姐，还把我当弟弟吗？光辉，你们都是我的亲弟弟，永远都是。姐。这么长时间，你去了哪儿啊？我们去了深圳。东东，我和阿姨有话说，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好吗？嗯。乖。所有的一切我都知道了。黄顺利是罪有应得。对不起啊，我误会你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去深圳吗？因为黄顺利看见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我正想着抱你，你推开了我。这一切他用手机都拍了下来，而且还敲诈我。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他说他是你丈夫，你俩并没有离婚，而且问我要回你4年做义工的钱。我这一害怕，就给了他4万块钱。黄顺利敲诈了你4万块钱？我当时误会你了，我还以为你们2个联合在一起在讹我。你知道，单位正准备提拔我当车间主任，如果这一切上了网，我这都完了。最主要的是，我对你彻底绝望。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信任的人在骗我。对不起，我不应该怀疑你的人品。我不怪你，因为你也不了解黄顺利。其实我们都错了，我们应该早一点报警，兴许结果就不会是这个样子。那4万块钱，我一定还给你。不，你听我解释。我来这儿不是问你要钱的，我是向你赔礼道歉的。是的，是我错了，我误会了你。你是我遇到的最完美、最值得我爱的人。宇文，我现在是单身了，我跟他已经离婚，我们可以在一起了。在深圳的时候，东东每天都喊着你的名字。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谢谢啊，再见。东东。李玉龙防卫过当致死人命案现在宣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判处李玉龙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墙上姥姥照片怎么没有了？玉文，这是我偷走的房产证，现在还给你。光辉，我真的用不着，你留着吧。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照顾你父亲。这房子是你的，还是你保留吧？不，光辉，这是你的。我就是想着有一天，你父亲能够醒过来。对不起，光辉，你起来，你别这样。对不起，玉文，你就让我跪着。不行，你起来，光辉。对不起，玉文，我错了。我一直仇恨你，我一直跟你作对，我一直想把你赶出这个家门，我却没有想到你是这么完美大度的女人。玉文，请你一定原谅我。我现在真的知道该怎么做人了。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我钢琴弹得好，你劝我把钢琴捡起来，在社会上谋个职业。我现在听你的话，我一定把钢琴捡起来，我会做一个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人。你相信我。我相信你。
一平，你最大的梦想实现了。若冰，我爱你。我知道你不会爱我，你自己也绝不允许你爱我。但爱已经在我的心里发生了。我想让爱来的猛烈些吧。我用爱来呼唤你，若冰，你赶快醒来。你的小说创作还在等待着你，你的亲人还在等待着你，若冰。
经历苦难，才能向往幸福。走过黑暗，才能享受阳光。身处严寒，才能渴望温暖。必是丑陋，才能宽容美丽。经历坎坷，才能懂得生命。走过困苦，才能欣赏快乐。患难与共，才能相互守望。相知相遇，才能绽放美丽。真实诚意，善是本意，美是心意，爱是天意。善良有爱，真诚美好，生活才会充满阳光，充满阳真是诚意，善是本意，美是心意，爱是天意。善良有爱，真诚